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磊哥，今天是团藏线 G318第12天，现在我们人在巴蜀，准备要前往然乌湖。今天的里程大约100公里，沿途要从这个巴蜀海拔3300爬升到海拔大约4500左右吧，然后最后再小下坡一点抵达然乌湖。顾名思义，然乌湖是一个观光景点，有一个非常大的湖泊，再加上我昨天骑的也有点累了，所以今天想说就休息一下，也不要再骑多了，就是骑完这100公里，再加上大约1500以下的爬升，早点到，睡饱一点，好好做个休整。那就先吃早餐，路线的作业我也还没做，昨天真的好累好晚。就害怕像昨天那种路。没有，我们以前盖200多，能不能盖到？200多正常，那边全部是小下坡，对得起。他们很多人早上就到我们那到了7、8点钟的时候，他们搭车嘛下来，他们搭到然乌下来，直接就盖到通过去。意思说搭车到然乌9点钟开始骑，从然乌到通麦，对，晚上。它因为那边全部小下坡，它不像这边盘山公路。对面来了个大货车，我们在前面骑车去，我们有风了，我们摇了一下车，他们过来超车，超过我们骂我们，要把车停下，我还以为要拉我们，我说怎么了？你找死啊什么的，张嘴就骂人。我说你在看见对面有车来的情况下，你不想着鸣笛一下，提醒一下，或者说在不具备超车条件的情况下，你超车你还过来，你还满嘴招人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人在巴蜀，跟昨天的2位骑友，今天我们要一起出发。巴蜀也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还要繁华很多的城镇。一进来门口门面就有一个温泉旅馆，一个人80块。看到我们直接骑过去，竟然说40块也行。如果可以，真想在这边再休息一天。昨天也好累哦，时间上绝对是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在考量到接下来的行程的话，只要把今天通往然乌的这个爬坡爬完之后，接下来有连续2天2个整天都是大下坡，从然乌滑到波密，从波密滑到通麦，一路从海拔4500的地方缓下坡200公里，很多人一天就直接干完。这样子距离 G318 到拉萨就只剩下2个大坡了，第一个大坡到林芝，第二个大坡到拉萨，那之后再说啦。你这车买多少？7000多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第11还是第12天，G318线正式出发，准备前往然乌湖。今天要爬山大约1500公尺左右，收拾也好，吃早餐也好，速度都是我的2倍。我收拾的速度已经不算慢咯，但是他们真的是衣服一穿，手机一拿，随时都可以出发。其实我相信骑得快的车友跟骑得慢的车友，虽然你在路上会感觉到距离很远，可是只要骑得快的车友，休息个1-2分钟，或者说多等1-2个红绿灯，后面的车友马上就会追上来了。休息啊，吃个东西啊，飞个空拍机，其实这个时间才是占大宗。只要实力不是真的相差到太远，通常目的地的决定都会是差不多的。你们先走，我飞个空拍机。好。这种长距离的缓爬坡也不需要太多的意志力，但就是要延长你在车上的时间。这个节奏每个人就不一样了，有些人喜欢运动骑，之后稍微休息个10分钟；有些人喜欢慢慢骑，但是完全不休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节奏频率是很重要的，你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非常舒服，在车上可以待久一点，一直骑下去这样的节奏。所以我刚刚就找了一个机会飞了一下空拍机，然后就回归到自己一个人骑乘的节奏。这3天一直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沿途一直都在施工，旁边都会有工地围栏，然后路也很烂，上坡也好，下坡也好，都骑不快。
里面还有吃的啊，应该还有开。我这个他没人嘛，你去叫一下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不用，谢谢。是不是？好吧，再往前看看。昨天抵达时间比较晚，再加上饭店，我的房间在4楼，就懒得去超市采买了。距离山顶还要再爬升1000公尺，吃的东西我觉得是有一点不够，水是绝对不够的。现在已经只剩下半瓶了，再加上现在也有点累，想要稍微休整休息一下。看来这个村庄是没有了。又要再面临新的一轮爬坡，边走边看吧，应该不至于完全没有村落。S 型的盘山公路，他们都是一次性的爬升，但是这一段是沿着河流而上，所以都会有这一种上上下下的，每一个都小小的，不会让你太挫折，但是累积起来也很可观。相对的，总距离也会拉得比较长，所以吃的喝的要准备好，它不是能够一次冲上去的程度。有看到小卖部，可是门还是锁起来的，不行了，我还要停下来先吃个东西。在一起的，因为在这一条川藏线上不会有像台湾一样 7-Eleven 全家可以很简单的补充到蛋白质，在这里反而碳水跟肉是主轴，但是早餐直接吃一碗牛肉面也怪怪的，所以我早餐都习惯喝一碗豆浆，2个茶叶蛋，然后配上1-2个馒头，去补充我在旅程中比较少比例的蛋白质。这里是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小卖部，但是看起来都直接门口都锁起来没有开。哎呀，一念之差，没想到转个弯下坡就有超市了。香肠也有吗？有。哎，那我再1根香肠。我生平骑过最高的地方是北海道的志内，那边应该是海拔45左右。北海道跟西藏高原都是在4月的时候去的，2个都是冷，但是冷的方式不一样。高原是早晚绝对的温度非常非常的冷，洗完澡甚至你衣服不能丢在房间外面，你要直接放在浴室里面，趁着蒸汽还热的时候。把身体擦干，赶快把衣服穿上去。北海道我去的时候，几乎都是阴天下雨天，温度就比较稳定，是0到5度之间，所以你在骑乘休息的时候都不需要特别的穿脱衣服。现在在这个川藏线骑车，衣服真的很难穿，头巾加1条减1条，衣服多1件少1件。太阳时有时无，风时顺时逆。但好家在，虽然4月往拉萨是逆风，但是是西藏的旱季，所以出发到现在几乎没有下雨。比较有可能下雨的地方是林芝，海拔比较低，高海拔骑单车爬坡已经很痛苦了，再加下雨，那这惨不忍睹。感觉应该又是车祸了。如果是封路单向管制的话，这一项会有车过来。中国不确定是要等警察到，他才有办法移车，还是怎么样？台湾也是习惯等警察到啦，但是如果一些交通要道会直接堵死后面的话，后面很多人会不耐烦，就会说拍几张照，粉笔画一画就赶快移车了。哇，这堵得看不到尽头哦，都2个村庄了，应该是。要等整点时间放行，加油！谢谢。加油！哎，前面是过不了。骑自行车他应该不管你，你试一下。好，问一下骑自行车可以过吗？如果你过去，你再回来带我们嘛。哈哈。前面这是多久放行一次？他2小时才能通过。不是摊方，不是管制，不是车祸，遇到这种封路的情况蛮爽的。整条路都是你的，随便骑路中间，但就是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过后。你突然听到后面的引擎声之后，那就完全没办法骑，就要等整列车队全部通过，还是逆风呀！这里是刚盖好的，还是搬入的人还没有很多，有点像是重建的村子的感觉，房子很干净整齐，一整列，但是。没有什么商铺，铁门也都是拉下来的，
原本以为这边可以找到很多吃的。好像有管制，对，这就是他们车子没上了嘛。对，你们自己可以动。对，哎，谢谢小伙子，好，谢谢。芹菜肉丝不加辣椒啊，对，然后，会有饭吗？有米饭，那个米饭帮我一半就好。请的是菜吗？是，做菜吗？做一个菜吗？还是吃盖饭？看你炒一个菜好了。啊，可以。对，然后不要辣椒，我们米饭单独给你拿嘛，单独给你拿过来嘛。好，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走。前面肚子饿，一直在找村庄的过程中走走停停，结果就变成每站皆休。在我吃饭的过程中，也可以看到刚管制的车辆也陆续过来了，现在应该过到一半。发的这个时机也正好有点不凑巧，天空也开始飘了一些毛毛的雪，害我不知道要不要再把第2件外套加上去。好不容易进入状态了，又停下来穿外套，又停下来脱外套，就很麻烦。这里的海拔3800。等一下爬到最高点还要再爬升700左右，希望可以加速上去咯。吃饱喝足，这一次就要骑比较远了，我们出发咯 ，Go Go！ 好，谢谢。安全啊！好，谢谢。这个村庄好像都是老兵炒的家常菜，味道都不错，但我下次可能还要再加一条备注：不要辣，饭量减半，然后不要太油。好吃是真的好吃，但是吃到剩下一半就会满嘴的油腻。看前面的天气，感觉雨雪会下得越来越大哦。结论，在这边骑车要穿对衣服是不可能的。刚刚我觉得2件衣服刚刚好，因为下雪嘛。现在阳光一露脸，就觉得哦，好热，又要脱了，就很亏节奏，你知道吗？在爬坡，你好不容易进到一种无我状态，一停车下车，又要再重新进入，脚啊大腿又要重新暖机。加油！加油！乒乓乓乓，目前高度再度突破4000公尺。我知道我频道大概有分2种观众，有骑车的，没骑车的。废话，我相信在川藏线 G318系列也会吸引更多不同类型的新观众。观众可能看到我骑车一直在报数据，什么海拔多少，大概不会有什么感觉，不就是一个数字高高低低而已吗？1000、2000、3275、4000、5103，但有在骑车、有在运动、有在登山的人一定知道，这些数字它不会莫名其妙往上爬，它一定都是靠着码表里面的气压计，一圈一圈，随着海拔上升，气压降低，数字才会跳动。这个不是键盘按一按，计算机按一按，它就会往上加的。昨天我们大概从海拔4650的叶拉山怒江72拐。一路下降到2700公尺，大家看剪接过的影片可能没有什么感受，我下降下了超久，现在又再度爬回海拔4000的地方，等一下要爬回4500，其实就是把昨天的步骤开阔的这些法峡湾全部逆向爬回来。G318系列在高海拔地区你根本看不到我是嬉皮笑脸，讲话不用断句的，数字不会无缘无故跳上去，在海拔高的地方。你连兴奋、热血的资格都没有，你就是只能低着头，消耗的时间去换取爬升里程以及今天晚上的目的地。那前面讲了这么多，我想要表达什么？我想要表达的是，如果没有这一台 Brighton Rider S810，我根本看不到海拔数字，也无法准确的预估坡度，去用最正确的方式分配我的爬坡体力、档位。不需要联网，不需要手机。你只要开机骑出去，卫星定位好，它就直接从你的行进方向去猜测你接下来要面临的坡段。这就是最新的 S810全新的功能 Climb Challenge 2.0。在我现在内心彷徨，朝向着浓雾之中，哪一座山名字我忘了的某个垭口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，可是我却洞悉一切，
因为里面彩色分层的坡度分度图，再加上里面内建小地图的功能，可以让你一直保持在主要干道国道318上，不用查地图，害怕自己走错路。这一趟行程我全部的 Strava 记录也都是用这一台 Brighton Rider S810 记录的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 Brighton 官网了解里面详细的功能。因为我没有在用光滤镜，没有在用心率带，所以很多功能用不到。但是我知道竞速型的车友们，一定很多人都需要这些功能。回到正题啊，这一集没有业配，也没有念稿，完完全全就是爬坡爬得太无聊。分析一下，让我可以继续留在坐垫上。当你在爬坡，一直在想着爬坡的事情，那你其实很快就会气馁，下车休息。但如果你可以搞这些有的没的，那你就可以撑得比较久，忘记你屁股痛了。不要想太多，不要太在意，忘掉自己现在是累的，是辛苦的，是喘的啊，低头踩就对了。海拔4030的超市啊，但是我现在正在状态内，不太想停车，感觉在这边停车就有点辜负了芹菜炒肉的心意。我不能辜负芹菜炒肉对我的期待，必须继续骑下去啊！小科普：当一个人在高海拔已经头晕、头痛，甚至开始胡言乱语的时候，这就代表可能是高原反应，台湾叫做高山症的初期症状了。如果身上有携带氧气瓶，可以赶快拿起来吸几口，并且渐速下到安全的海拔高度。当然，现在我是在做效果。我头没有痛，头没有晕，也没有胡言乱语，只是讲话声音比较小声，喉咙比较痛，然后再爬坡气比较喘而已。我朋友在前面了，我们是在那个什么果拉那边躲吗？你朋友在前面还是后面？你好像不知不觉就超过了。吐槽一下这个压缩饼干，竟然连个保鲜膜都没有，拆开来就要吃一整包。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雷哥，你怎么不找人跟你一起骑？或者说旅行中怎么不找个伴？骑车，尤其是旅行，是很累、很花体力的。人在很累的时候，任何一点芝麻小事都会被放大。每个人的骑乘节奏、休息、想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样。有人喜欢早上吃丰盛一点，有人喜欢晚上吃丰盛一点。有人骑车习惯细水长流，有些人习惯骑车骑到一个定点，然后休息久一点。这些节奏不一样，最后一定会造成摩擦。1个礼拜不会，2个礼拜不会，1个月那大概都会了。如果是一起骑，等来等去的，效率没有到很好。实力相当的人，自然就会安排相近的出发点跟目的地，过程中不一定要车子黏在一起一起骑。虽然我才32岁，但是我觉得我骑车的方式已经很像老人了。陡坡的时候，我一定都换轻档；下坡，我甚至也不会加重档，就缓溜。如果你每一段都不加速的话，累积起来，当然你就看不到车尾灯。可是你仔细算一下时间，可能你拼命的骑，然后口渴了，停留在商店买一杯可乐，后面的人就追上来了。看不看得到，其实就是1-2分钟路程的事情。但是你只要一休息，就是10几20分钟。所以我一直都是秉持着老人家骑车的原则，舒服可以一直骑下去，最重要。如果他们牵车的话，大概半个小时到45分钟左右。意志力状态 OK 的话，那可能15分钟左右他们就到了。
我操，我们边推边走，结果你才呀，我给我干上来了，你才是个牛逼人。等你们好了就先走吧，我下坡要拍照。好嘞，走走停停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也抵达了安久拉山，海拔4475。虽然整体而言坡度不陡，但是再加上逆风的影响，其实难度也都跟前面几座山相差无几了。就用一个很慢、很均匀，但是很稳定，没有在休息的步调，一路推进到这一个安久拉山。接下来会下坡，一路到然乌湖市区，大概25公里左右。虽然说是下坡，但是因为这个逆风，再加上它地形并没有那么陡，所以我猜等一下下坡的时候还是要多多踩一下的。话说回来，我也是很佩服那2个人，通常只要到了下车牵车的这个阶段，你就很难再上车了。但是他们在我爬上来之后，10分钟左右，他们就上来了。空拍机才飞一下，就有看到他们几个人稍微运个2、3次镜，他们就到山顶了。虽然刚刚讲到有旅伴一定会吵架，有很多坏处，但有时候我也想，如果有个旅伴帮我操控空拍机，哇，那还不错啊。安久拉山是我目前骑过川藏线最奇特的崖头，坡度和缓，山顶还是一整片大草原，下坡也需要出力踩个一阵子，脱离怒江流域，正式进入雅鲁藏布江的范围。雅鲁藏布的意思是高山流下来的雪水，也是藏族的母亲河。其中上游帕隆江布江的堰塞湖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然乌湖。然乌湖的范围非常的大，藏语的意思是羊奶湖。4月现场看湖水还真的是蓝绿乳白色的。今天拍到的是静谧的雪景，下一集我们还会看到晴朗平静的然乌湖。有时想着也挺神奇的，这一条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，降雨量我觉得不算多的地方，靠着高山雪水是怎么样变出眼前这么多水出来？雅鲁藏布境内长度2000公里，拐个弯之后还会流到印度，汇入恒河，最后从孟加拉湾流出，汇入大海。我家哪里？台湾。台湾。对。哦哟。哎，然乌湖是哪一个？然乌湖这个。在我身后下面，在1公里的地方就是然乌镇，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早抵达，可以轻松休息的一天。但是今天的过程也并不轻松。这边有一个湖泊，这边也有一个湖泊，2个都是然乌湖，它的范围非常的大。后面的雪山下面也有一条河流去贯穿，还有很大的范围都是然乌湖。其实大部分的然乌湖是明天才要骑到，今天天气蛮冷的，一整天都没有阳光露脸，想要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烧烤、荤菜2元一串，素菜1元一串的那一种啊。上次在巴塘吃的那个真的太过瘾了。好，走，上去，等一下下来倒进，推上去，自行车一骑，走，哎，抬上去，抬几楼？2楼就给我抬上去就行，你就抬前面就行，进去。对。Hello。三鲜面的话是什么料的？三鲜面。对。野生菌子。野生菌子。哦，对。哦，野生菌子。两个下坡的感觉如何？太鸡巴冷了，冷的都烤火啊！你不冷吗？我衣服够多啊，衣服穿的够，我衣服穿的够也冷啊。好了，现在安顿好住宿，也懒得再走更远的地方了。看起来是没有卖串烧。其实今天我没有查天气预报，只是我按照2天前天气预报的推演，就感觉就是不会下雨。结果现在一到了然乌镇，后面雪花白白。台湾人不是最喜欢开车到屋顶上面赏雪玩雪吗？哎，你自己玩，我玩腻了。刚刚点了一个三鲜面，说是有虾子跟香菇。听起来就是蛮鲜，然后蛮清淡。靠，我忘了讲说不要加辣椒。这个炉子拿来烤干袜子最管用，但是这一次都是大晴天。没有骑车一停下又觉得好冷哦，面量是有点多，还好不辣。尝一下这三鲜饭的菇蘸木耳都不错，可惜就肉少了一点，等等再去逛逛。哎呀，可恶！想说隔壁这一间竟然有这个烧烤火腿蛋，看起来挺有食欲的。晚上来杯饮料，再配包薯片，要不要再来一个烤鸡肉串呢？哦，零食也要大补充一波了。
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呢，虽然我检查来令片还 OK， 但是我觉得啦，干下了这么多坡不换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后轮先这样，前轮趁着今天舒服、灯光明媚的时候，把前轮的来令片换一换。虽然先换上去的来令片难免会有一种蹭跌的感觉，但是接下来连续2天都是长下坡，磨一磨，那个感觉就会少很多了。这种东西就是你累的时候不会想做，然后就想着哎不换就算了。我也是这样，我相信不换也没事啦，只是换了对后续的保障会比较多。好，先这样吧。新的来令片，然后再加上出发前碟盘也是新的，它的间隙就很难调整。下坡磨一磨，间隙扩大之后，那剩下就很好调了。明明6点就到了，就搞到现在8点半。刚去洗衣服，就是你要手动按钮旋开注水，手动按钮旋开排水，这个我还可以接受，因为我可以边打网志边看着。刚那个是你自己要拿水管去注水，然后排水的那个按钮还坏掉，你要自己拿一根铁丝，然后把它用一只手一直去撑着那个排水钮，所以整整半个小时，一只手拿水管，一只手拿铁丝，然后在那边盯着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。重点是那个洗衣机还正好在外面的楼下，所以我就穿了3件衣服去吹冷风，外套我就不洗了。好了，那又经过了一天辛苦的一天，有爬升的一天，波密在下坡可以抵达通麦，这1到2天的时间全部都是以下坡为主，也算是整条川藏线最轻松的2段行程吧。再看一下明天要骑到哪里咯。运动完吃宵夜真的很爽，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胖啦，这绝对瘦啦。我刚刚去洗澡，低头看肚子都消了，可以直接看到尿尿都不用怕尿歪了，不用说小腹了。到现在都还没有体重计，但是我相信一定在60公斤以下。又在吃冰淇淋，又在吃宵夜，但是还是绝对会瘦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 G318第12天，从巴素骑到安久拉山之后，再下坡到然乌湖，总里程90公里，爬升1600公尺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在海拔3000以上的爬升真的不是盖的。以前我在台湾同样的时间我可以爬4000公尺，但是在武岭再继续往上爬的这一种海拔1600，差不多就是我舒适忍耐的极限了。今天刚好就是那个极限，也不想再多爬多骑了。希望喉咙可以越来越好转，声音不要再这么沙哑，都懒得讲话了。我是雷哥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